一个周末的下午，狐狸猫来到小树蛙家里烤肉，才刚到，就看到小树蛙正在搬运木炭，还一边抱怨着：“好重哦，等下烤完肉还要整理，真累。”狐狸猫一听，赶忙跑过去帮忙扛着木炭，一边拍胸脯保证：“别担心，等一下换我搬。”哎呦，真的好重啊！两人讲好后，又继续烤肉去了。烤完肉后，狐狸猫将降温后的木炭灰烬收集起来，打算先搬到门口，晚点再拿去丢。他边整理边说：“耶，变轻了！果然东西燃烧后就变轻了。”小树蛙听了之后反问：“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这个说法和提出燃素说的科学家好像哦。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，每一个可燃物质都含有燃素，当物质燃烧时会失去燃素，所以灰烬的质量才会减轻。”狐狸猫说：“听起来很正常啊，有哪里不对吗？”小树蛙说：“照燃素说的观念，应该任何物质燃烧后质量都会变轻。但是科学家却发现，如果把锡加热成为白色固体时，质量却是变重的。”狐狸猫混淆了，到底真相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小树蛙说：“这就要讲到著名科学家拉瓦杰了。拉瓦杰推论，当锡在燃烧时，不是失去了燃素，而是锡与空气中的一种物质结合，所以才会变重。为了证明这个推论，拉瓦杰设计了钟罩实验。首先，他先将锡放在密闭的钟罩中，测量整个容器的质量是60公克。接着将锡充分加热，等锡变成锡灰之后，质量还是60公克，没有改变。但是当拉瓦杰打开钟罩，空气冲入容器后，锡灰的质量竟然变重了，而且此时锡灰的质量竟然和在开放空间中燃烧之后的锡灰质量一样。狐狸猫说：“这么说，质量还是守恒的，只是在非密闭空间时，空气中有东西和锡产生反应吗？”小树蛙说：“没错，由实验结果可以知道，不管在化学反应的前后所测量到的质量皆维持60公克的结果来说，这个实验证明了，在密闭系统中不会因为化学反应而改变总质量。如果在化学反应后质量增加，那是因为空气中有物质也参与了化学反应。而且除了这次实验外，拉瓦杰又对铅金属也进行了相同的实验，也得到了在密闭空间中质量守恒的相同结果。这就证实了，在化学反应中，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都是守恒的。狐狸猫听懂了，但他突然想到，可是有些物质加热燃烧后质量却变轻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树蛙说：“你这个问题很好。拉瓦杰也利用加热氧化汞的实验来证明，如果在化学反应后质量减少，那就是代表物质加热后形成新物质，且新物质是气体，逸散到空气中。”拉瓦杰除了推翻了燃素说之外，持续利用了其他实验，找出空气中的成分包含氢气和一种新物质。这个新物质帮助动物呼吸以及物质燃烧，于是他便将这个物质命名为氧。所以像是锡之类的金属物质和氧气产生反应后，会生成固体的氧化物，且氧化物是氧和金属结合，所以反应后质量增加。而烤肉用的木炭成分中的碳与氧气产生化学反应后，生成二氧化碳，且二氧化碳是气态的，会逸散到空中，因此留下来的碳灰质量自然就减轻了。最后，小树蛙补充说明，在拉瓦杰之后，英国科学家道尔顿也透过实验证实了，化学反应是原子间重新排列组合而形成的新物质。在反应过程中，原子的种类及数目都不会改变，
所以在化学反应的前后，原子的总质量也是不变的。而这个概念也更加的证实拉瓦杰提出的质量守恒是正确的。狐狸猫清楚地了解了拉瓦杰的实验和贡献之后，为今天的学习做了些笔记。拉瓦杰以实验推翻燃素说，并推论出质量守恒的概念。所有物质在进行化学反应时，皆遵守质量守恒定律。在开放的环境中，如果化学反应产生气体逸散，则反应后质量减少；在开放的环境中，如果有气体参与化学反应，则反应后质量增加。在密闭系统中进行化学反应，则能验证质量守恒定律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想一想，将一瓶刚打开瓶盖的可乐放在桌上，可看见大量气泡涌出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这瓶可乐的质量会增加、减少，还是不变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